鹤冠子》是一部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占据独特地位，却曾被埋没千年的思想奇书。提到战国时期的道家典籍，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老子、庄子，但这部上承黄老之道，下启两汉思潮的著作，同样藏着道家的智慧密码。它的作者是谁？书中又藏着怎样的思想精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神秘典籍的世界。这里是道无悦来，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关注。先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鹤冠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后人根据他的习惯称呼而来。史书记载，他居深山，以鹤为冠，也就是头戴插有鹤尾的武冠，常年隐居在山林之中，所以人们就叫他鹤冠子。关于他的身份一直有着小小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楚国人，也有人说他是巴族的从人，这其实和当时历史背景有关。楚悼王时期，楚国征服了巴地，在今天的四川衢县一带建立了从子国，巴地从此归入楚国版图，所以鹤冠子其实是生活在巴楚交融之地的从人。这位神秘的学者堪称战国时期的传奇隐者，他生于战国初期，曾游历西南各地，却在壮年时因病双耳失聪，但身体的缺憾并没有阻挡他追求真理的脚步。他终生不仕，远离朝堂纷争，一心在深山之中著书立说。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义》中记载，鹤冠子是从人，以鹤冠为姓，而史书中对他的评价更是极高，说他鹤冠绵绵，极发深言，其言傲直，美美有言，意思是他的言论连绵不绝，总能道出深刻独到、奥妙无穷的见解。作为著名的思想家、道学家、兵学家，他被誉为西南道学鼻祖，足以和诸子百家齐名。这样一位传奇隐者，留给后世的核心财富就是《鹤冠子》这部著作，《汉书艺文志》中早有记载。这本书原本注入1篇，后世专本发展为19篇，如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北宋陆佃的注本。这本书的思想定位非常清晰，用汉书的话说，就是其说大抵本于黄老而杂以刑名，也就是说他以黄老思想为核心根基，同时融合了法家的刑名之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如果你翻开这本书，会立刻被他的文体风格所吸引。书中行文古奥典雅，用词含虚云节。南宋学者评价他连属精绝，深为其奥，为6国敬士先编，说他的文辞衔接精妙，思想深奥奇特，比战国时期各国的谋士先贤还要领先一步。唐代大儒韩愈更是对他推崇备至，赞叹道：使其人欲其实，原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其少哉。意思是，如果鹤冠子能遇到合适的时代，将他的思想运用到国家治理中，一定会立下不朽的功德。这样的评价足以见得鹤冠子在思想史上的分量。鹤冠子最核心、最具开创性的思想当属元气论。书中明确提出，天地成于元气，万物成于天地，神圣成于道德。这一观点在道家思想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都知道，老子提出了道的概念，却没有具体阐释道如何化身万物，而鹤冠子的元气论正是对老子道气关系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上承老子，中间与列子、吕氏、春秋的相关论述互相印证，下启两汉时期的元气论思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思想传承链条。更难得的是，书中还构建了一套清晰的宇宙生成序列，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将抽象的道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元气，再由元气逐步化生出名、形、万物，让宇宙的生成过程变得有条理可循。这种道为根本、气为介质的双层宇宙观，既保留了道家的本体论思考，又强化了思想的现实品格。除了核心的元气论，鹤冠子的学术特色还体现在它的多元融合和丰富内涵上。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著作，它不仅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还发展出道生法的政治哲学，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法家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法、术三位一体的政治理论。同时，书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易学、数数学内容，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构建起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型。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还记载了大量早期自然科学、图学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图学的辉煌成就。从天文历法、地理知识到兵法策略，《鹤冠子》就像一部战国时期的百科全书，既展现了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学技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鹤冠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邃，更在于它对历史的实际影响。鹤冠子虽然终生不仕，但他的思想通过弟子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最著名的弟子就是战国末年赵国的名将庞玄。庞玄在鹤冠子的思想指导下，不仅著有兵书，还在公元前242年率领赵军击败燕军，立下赫赫战功，仕途辉煌，令天下怀才不遇之能事，心跳目眩。正是通过庞玄这样的弟子，鹤冠子学派在战国晚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思想也从深山隐者的书斋走进了政治军事的实践领域。而在学术史上，鹤冠子的地位也随着出土文物的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确认。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出现了与鹤冠子内容相合的文字，证实了这部书并非后世伪作，而是货真价实的先秦典籍。后来国典初简、上伯简等战国竹简的出土，更是让鹤冠子与其他先秦典籍形成思想互证，共同构筑起先秦道家的思想谱系。千年岁月流转，这位深山隐者的智慧并没有被时间尘封。当我们今天再次翻开鹤冠子，依然能感受到其中道化腐朽为神奇，润物万物而无声的神奇力量。他提出的元气论成为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他倡导的君道之人、臣庶之士的治国理念，对后世的政治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他多元融合、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更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传承。阅读鹤冠子，就像在一阵阵仙风道雨中静静聆听先哲圣贤娓娓道出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它是一部被忽视的思想明珠，也是一座连接先秦与两汉、贯通哲学与科学的思想桥梁。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或许我们都能从这部古老的典籍中找到一份内心的宁静和前行的智慧。如果对这部先秦典籍感兴趣，不妨找来原著读一读，亲身感受一下西南道学鼻祖的思想魅力。